老实交代，为什么打架？警官，我再重新声明一遍，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架。我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忽然7、8个人冲上来打我、撞我、踢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拿脸打你的手，用肚子撞你的膝盖，用眼珠子戳你的手指，拿蛋踢你的脚？具体细节记不清了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只想着跑。看了那小子的基础资料，说是眼睛受过大伤，不能暴露在强光下，所以特意拿来了强光灯，在炙热的审讯室里，在强光灯的照射下，这个叫陆崖的少年应该感到绝望。可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0小时，天都快亮了，这小子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：态度良好，配合积极，语体尊重，崩溃在即，但就特乐没有一句实话。让我来吧。陆崖，你听我说，离考试开始还有3个小时，现在把你做的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说一遍。学生之间打架不算什么大事，做个笔录签个字，我们把你送到考场，不要错过这场决定人生的考试。他们说的考试是命途试炼，是这世界每个人在18岁那一年的6月1日都可以参加的一场考试，人们也将它称为命定天途，也是普通人唯一一次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机会。通过这场考试，世界意志将会按照每个人的表现给予身份。在这个巨大的人类世界里，身份就代表着未来的一切。某些特殊身份还会为你带来一种叫做命宣星柱的超凡力量，那将在一夜之间让你从人变为神。只要在6月1日早上7点到达考场，就能赴约这场人生中唯一的机会。不过，对方用考试威胁，就证明他们没有任何证据。打架的地方没有摄像头，武器上没有指纹，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会主动交代。不及时交代的话，可能就来不及参加命途试炼了，一辈子做个平民吧。对，18岁及以下青年，证据链未闭环，最长羁押时间是12个小时。这小子多少有点天真了，就算必须准时放人，在程序上多用1个小时很正常。12个小时到了，给我证据，或者把人还给我，选一个。释放流程完成了，陆崖，你可以走了。老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呢？你说我是什么意思？行了，程老师，把人带去考场吧，别耽误孩子前途。准时放人，我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，让门口那几个记者撤了吧。所长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审判庭那边会不会对我们有意见？你有物证还是有口供？我这个月升职考核，这种时候得罪人不怕，但程序上绝对不能出岔子。一个残疾学生加上一个下等院校里教书的，能搞出什么名？一个在下等院校的老师确实没什么社会资源，但他只教穷孩子，一教就是20多年，20多年收留了5000多个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啊！就算成才率只有1%，拧起来的力量也足够我们几个卷铺盖回家。你怎么敢确定我一定能准时把你带出来？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姓金，一辈子谨小慎微，打老鼠都恨不得穿防弹衣的主。这种人在升职的节骨眼上不敢在程序上出问题，而且上个月他想从审判庭保一个亲戚，审判庭没给他面子，所以你选择在他的警所后街那条没有摄像头的弄堂口动手。你打的那几个全是今天要参加命途考试的第27区审判庭的子弟，对吧？胡闹！现在是发泄报仇的时候吗？当年玄石城第27审判庭以入室抢劫的罪名对你父母判了死刑，我也觉得那个案子证据不太充分，但报仇应该要积蓄力量，一击毙命。你要在命途考试中获得足够高的身份，然后积攒攻击，身居高位，再卷土重来。我被分在9考场，运气那么好，编号越线前的考区，考试难度越大，获得的身份也就越好。第27审判庭职工的家属院对应的考场就是第9区。考场上没有法律，他们放开手脚围攻你就死定了，所以你才会在开团之前压一波对方血线。万一被打死了怎么办？那就死呗，愿赌服输。所以你摸清了他们考前培训后走的这条必经之路上没有摄像头，打完他们就直接跑到治安所报案，在审讯室里折腾一整晚，让他们的父母没法对你动手。然后利用金锁的胆小怕事和刚要升职的契机，加上我的影响力，保证自己打完这场架还能顺利参加考试。别光恩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有的。
你是觉得审判庭还会在路上对你下手？今天考生是整座城市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，光天化日下他们不敢。这倒是不担心，我是说前面有交警。放心吧，市局那里我让你师兄师姐打好招呼了，至少今天不会有警员为难你。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戴头盔，回去该怎么跟老婆解释？那人背后的空气中漂浮着晶莹剔透的法环，那就是大能力者。原来如此，1年1度的命途考试是人族兴旺发达的命脉，是整个族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所以每一个考场都有大能力者亲自到场维护秩序。踩着45块钱球鞋的穷人，这路牙没戴墨镜，他的眼睛不是受不了光线吗？难道现在墨镜都有隐形的了？还剩半个小时就该上场了。老程，回50区吧，同学们都在那里考试。我就不走了，在这里等着你出来。我想知道完成考试后，没有了大能力者保护，这群审判庭的人会做什么事来？第20期审判庭庭长傅焕，身份史诗，经过29年努力，目前的生物品级淬炼到了5品。5品，那已经不是任何热武器能够杀死的生物了，至少要获取师这种级别的身份，未来才有和傅焕对抗的资本。师吗？而且下礼拜1，傅焕会升职为市政厅秘书长，这样的官职直接拔升，意味着傅焕背后恐怕有一座大山。考场规则都知道吧？考场会根据场内考生的实力、天赋评估总和，去生成一个相应难度的考场。一般都是把你放在一个场景里，让你执行一个或者多个任务，最后按照考场难度和考试完成程度分配身份。虽然第20期审判庭暗算了你，但也给了你一个机会。良辰已至，天门洞开，与天夺运，与命争锋就在此刻，请诸位登天门！登天门！这傻子昨天的偷袭不错，下手挺狠。可我们的爸妈能找来最好的医疗专家，他呢，笑死我了。他可能觉得凭他那点小聪明，有机会翻身。老程，所有把命当作命的家伙，都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他们好像怕我拉低了难度。可我怎么能忍心影响他们的前途呢？是否将当前命途试炼难度提升至恐惧？签约费用10年生命，通过考试100%获得师级或以上身份，未通过考试则抹除10年生命。当前评估通过率10%。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连赌都不敢赌把大的。将当前命途试炼难度提升至梦魇，签约费用25年生命，通过考试100%获得官级或以上身份，未通过考试则抹除25年生命。当前评估通过率3%。婆婆妈妈的，横竖都是烂命一条。哼，来吧，你缩赌全部筹码，我把烂命押上赌桌，我们去见这操蛋的世界一脸血。看那里，1颗星简易难度，才进去几个人就触发简单难度了，才进入1/4的考生就触发考场难度了。可能只是先进入考场的这一批学生质量高，但还得看最终的难度定级。现在后台系统显示，第9考区在约9.7万考生进入考场的那一刻，已经触发了简易难度。看来玄石城9考区今年的教育质量有着巨大的提升。等等，导播间传来第2颗星，我看见第2颗星。这么快？第3颗星。是第3颗星，整整9万人进入考场没有触发评级，却突然连续蹦出3颗星辰，这绝对不是这些家长所谓的总体天赋很高，而是人群中混着一个妖孽。困难，快速提升到困难了，还有1半以上的考生没有入场，再这样下去9考区要逆袭进前10了。就这个速度，能排进前3也说不定。第4颗星悠悠亮起，恐惧9考区终于在30年内第2次出动恐惧难度，9区莘莘学子们18年的奋斗，终于在此刻迹象化了。难度上升会不会太快了？还有9万考生正在挤入天门，难度如果继续上升，那么迎面撞过来的可就不仅仅是机遇了。本来只是接受了庭长亲信的授意，只要孩子在考场里顺手解决一个人，就有人能帮我们解决晋升职称的问题。但现在孩子们能不能顺利的从考场里走出来都是个问题，希望这难度不要再上升了。5星旗帜，梦魇缠绕。这个难度的考场很有可能出现官级的机遇。原本以为自己抽签到了一个孱弱的考场，没想到有机会成为一个未来大能力者的引路人，这是一份很大的人。血月县灾厄林，
考场第6难度，灾厄。整个人类世界，也不是每年都有灾厄级考场出现的。9考区，这是怎么了？完了，孩子如果真像是自己嘱咐的那样，不要放弃，恐怕今天就要给孩子准备礼灵堂了。玄石城9考区难度发生异样波动，我们带来附近城市第1考区的几位天之骄子来带领9考区的考生，提升考生们的通过率，也保障考生们的安全。什么保障通过率、保障安全？什么天之骄子？眼前这群少年其实就是这群大能力者的弟子，甚至亲属子嗣。5分钟进场时间到了，天门该关了。难度定在灾厄，这个难度只要能活到最后，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命须。难度又升级了，双月同天，是终末。双月同天，终末永临。整个大陆多久没有出现终末了？近50年，整片大陆7大种族所有考生只有6次触发终末。终末啊，这个难度是有小概率获得王级身份的。众所周知，9尊王座已然都有主人，不会再出现王级身份了。不一定，9王归位那是30年前的数据，各大种族连年血战，说不定有王者陨落，王位出现空缺。就算没有王位，全世界现有绝大多数将与绝级大能力者，都是从这6次终末考场中脱颖而出的。玄石城要崛起啊！终末的平均死亡率是多少？17%，17%死亡率意味着一个10几万人的考场中，接近2万人连准考证都来不及撕碎就直接死亡。而且终末只会出现在最大的城市最高级的考区里，17%是那些天骄搏命拼出来的数据。那么换算到这座小城呢？这帮考生里到底藏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，才能引出这样的难度？没想到真的触发终末了，希望那些孩子能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吧。是啊，终末难度会不会出现绝？绝？那是王级之下最强的存在了。全人类拥有爵位的也不超过30个人啊！等等，刚才那2颗月亮呢？等等，刚才还站在天门外犹豫要不要进场的考生，什么时候全部消失不见？大能力者没有反应，说明这是正常现象，只是我们9考区的人孤陋寡闻，少见多怪。什么情况？难度升级，终末之后的难度是神主，星象从双月同天变为白虹贯日，不是这样的景象。而且王级不再出现，不可能触发神主难度啊！难道是考区太过于孱弱，构作天门的材料偷工减料，导致天门崩塌？一时间，无数流光从这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向这里飞射而来，从太空看下来，就像是密密麻麻的丝线一样，每一条丝线都代表着一位大能力者，甚至遥远东方的天眼王都也在躁动。这座伫立在整个人类世界最中心的城市，爆发出一道道幻彩流光，那些光芒比太阳还要璀璨耀眼，甚至有人破碎虚空，一步万里。无数大能力者放弃为自己的子侄护法，向着玄石城这座边陲小城疾驰而来。市政厅和城市里的无数高官也察觉到异象，向着这里聚集，快，准备来维持现场秩序。而此刻考场大门已经关闭，进入考场中的所有考生的周围是黄泉般的寂静，与死一样的黑暗。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1分钟，他们开始感觉到不安，因为教科书上说，进入考场后你可以看见考场的景象，10秒内就会听见考试提示声，简要告知考试规则和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，然后根据任务完成时间和过程中的表现，给予最后的命须星柱。但他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听到，除了等待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请注意，试炼难度已提升至恐惧，签约费用10年生命。请注意，试炼难度已提升至梦魇，签约费用25年生命。请注意，试炼难度已提升至神种，签约费用50年生命。当前试炼难度归零，已到达命途试炼难度上限，签约费用全部剩余生命，共计65年。归零，试炼的最高难度，赌注全部的生命。原来我这个吃地沟油咽发霉窝头的人，居然还能活65。你应该关注的是这65年代表的意义。生命，在既定的命运里，你的生命极限是83岁，说明命运定义你是一个凡人。力和师都会得到生命的加成，生命能达到120到140岁，所以你注定连一个力都不是，你只是一个民，一个族。命能改吗？能改的还叫命吗？但是你能改变现实。收命办事啊，兄弟！现在你的命运归零，一切你自己定吧。
当年被治安时用强光灯照伤后，眼睛就瞎了。程进南就带我去了一个师兄开的廉价眼科诊所，然后眼睛就更瞎了，白天只能勉强看清1米内的物体，只在晚上相对正常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摔伤后在皮肤上寻找伤口，眼里露出的光芒在短短几秒内治愈了伤口，比一些低等级的疗愈类命虚的治疗速度还快。甚至随着光芒倾泻出眼眶，我看清了周围的世界，比自己原本正常的眼睛更加清晰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不是自己看见的世界太黑暗，而是双眼太过于灼热，眼中有光，让这世界过度曝光，所以白天看什么都是一片刺眼的苍白。适应了几个月，我也摸索出了这双眼睛的特殊能力，它能储存电磁力。一般情况下，我通过日光灯这种电磁光束发出的光能进行储存，紧急情况下，甚至可以让眼睛直接连通一些低压线路进行充能。眼睛里的光能可以用来治愈自己，也可以转化为灼热的切割射线。刚开始，清空所有储存能量，只能点燃报纸，而随着我的不断成长，眼睛的强度也在升级，现在已经可以爆发出近1000摄氏度的高温射线，而且满能量状态下至少能使用5次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这双眼睛有时候不太听使唤，比如使用光能时会有一点延迟，于是我便意识到眼睛可能有自己的思维。于是在一天放学后，我翻出围栏，在昏黄的路灯下抱着膝盖坐了很久，然后做出一个决定。你躲在我的眼睛里，想要干什么？我在等一具身体。然后我便经不住酒精蛊惑，那眼睛的存在也扛不住。那一晚我说话，他打字，像是醉鬼吹牛一样，躺在马路牙子上聊了很久。最后我大概搞清楚了，治愈和高温射线只是眼睛的基础能力，它真实的力量是影响现实，而想要改变现实，消耗的就不是电磁力了，而是需要将宝贵的筹码放上去对赌。人最宝贵的筹码就是生命了。比如，让一个女孩对你有好感，需要3个月的生命做赌注。如果女孩爱上你，生命返还；如果失败，3个月生命当场扣除。这藏在眼睛里的生物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赌光宿主的生命，将这具身体占为己有。第二天眼睛酒醒了，他后悔了也摊牌了，开始在往后的日子里直截了当的诱惑我。想提升颜值，然后赌自己出道成团吗？只需要1年寿命。想提升情商，对赌追校花吗？优惠点，只需要1个月寿命。临时提升思维能力，对赌全市数学竞赛第一吗？15天寿命就够，10秒内提升50%力量，打服校霸。赌注只要5天寿命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折扣放到了最低，跟校花谈恋爱，只需要1天的寿命对赌。不需要。你他们信冷淡吗？到底要什么？我爸妈案件的真相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姐姐还活着吗？不知道。那就没事了。接着我便没有提过其他问题，只顾学习锻炼。无聊的时候把眼睛当作聊天对象，甚至昨晚进治安所的时候，眼睛也提出用2个月寿命做赌注，给我全方位提升实力，赌我能从治安所冲出去。但我还是没有下注，眼睛都快放弃了，也不诱惑，准备混吃等死。我却在此刻梭哈全部。你真正介入了现实，提升了宿主1半的属性。宿主用他所有剩余生命做赌注，强行把难度提升到极致。归零，为什么我在教科书上没有看见过这个难度？归零为隐藏在命途考试中的终极难度，该难度从有命途试炼以来从未出现过。我的人生那么可贵，恭喜你有了一个机会来执行你的正义。当正义选择迟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是邪恶的帮凶，或者就是邪恶本身。欢迎您来到命途试炼场。试炼场已剥离你携带的所有随身物品，并向你发放所有试炼工具。试炼场注意事项与试炼命题已发送至通讯器，请注意查看。祝您试炼愉快。送外卖？你再给我确认一遍，考场难度是归零。
我藏拙10年，日夜苦练，动用底牌压上全部寿命，提升难度。进考场之前还向老师装了个批，结果最后考试的内容是送外卖。就算是简单考场，也不会出现那么没下限的考试题目吧？下一页。考场的异常可以加分，异常应该就是鬼物。送外卖要经历接单、出餐、取餐、送达4个步骤。虽然试炼内容默认完成了接单，但除非取餐点与客户之间的距离极近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在10分钟内送。那么想让自己不成为这50%的倒霉鬼，得分方式就只有一种：淘汰其他考生。而淘汰考生只有2种方法：第一，撕碎对方的准考证；第二，杀了他。考场模拟的场景是入夜的城市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。我学了15年天文地理、军阵指挥、搏杀射击，最后考试让我送外卖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去拿外卖。这电瓶车怎么开来着？你会开电瓶车吗？我还想问你呢，这外卖员的 APP 怎么用啊？应该先离开这里，抓紧时间去取餐。这车没电，玩我呢吧？我操！从这里到取餐点15公里，靠着双腿全路奔跑也要1个小时，更别提送餐了。所以他现在需要一辆车。呵，那不是50区的瞎子吗？没记错的话，这2个人一个叫黄川，另一个叫做于浩然，他们是审判庭的子弟，昨晚8个倒霉蛋中的2个。没想到吧？刚开考就遇上了。昨天你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呢，还笑得出来吗？听老程说过，我们从低等考区出来的孩子，一旦被识破身份，往往会短时间内被高等区的学生针对淘汰，得小心点了。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？我这辆9号电动车，你们那破挨马拿什么跟我比？那是什么牌子？他说的是真的？谁的车快啊？不知道，不过看他嚣张的表情不像假的，对方的车要比我们快。路亚，我劝你最好识相点儿，自己把准考证撕了。给老子去死！这个瞎子全身都是伤，怎么还能那么快？妈的，他骗人！他的车没电，追！我车呢？那台车没有把手。他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我说，这小子是不是故意站得高让我们看见？路牙就是故意的，他发现自己的电瓶车没电，于是故意引起我们的注意，我们被他耍了。路牙，等我出去一定找人弄死他，老子的人生被他毁了。浩然，把手放在我肩上，我扶着你跑，关键时候只有老同学会不离不弃啊。10分钟，第1轮淘汰时间马上到了，你给我10分，我还有可能撑过第1轮。准考证，你的准考证呢？好，你想淘汰我，老子杀了你！准考证呢？你的准考证呢？没有准考证，我们都没有准考证。手机，那手机有可能就是准考证，不可能。你的手机呢？你把手机藏哪儿了？你自己的手机呢？别找了，这儿呢。哦，还算聪明，能意识到手机就是准考证。可为什么连自己的手机都看不住呢？路牙，你别冲动，你把手机放下，要什么都可以谈。你想知道你家那个案子的细节，对不对？你把手机给我，等我出去，我让我爸去给你偷出来。我爸是执行组组长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我大概跟你解释一下，我是这么想的：10分钟就会出现第1波淘汰，10分钟里不可能完成送餐，只能自相残杀。我觉得落在后面的人应该会比最前面那批人弱，尤其是你们2个腿脚不利落的，跑几分钟旧伤也该复发了。所以我出发之前我看了眼导航，记住了周围的路，找了条小路绕回来找你们。下辈子记住了，不要提前把底牌透给别人。在地上爬行的那位，给你个机会选择，我帮你砸手机，还是你自己砸？我选自己砸，我不考了，我放弃。我让你选，你还真的敢选啊？嘿，装死！刚才如果我不出现，你想趁着黄川失去戒心，给他致命一击对吧？不要脸啊！哼，你也不是装瞎、装弱、装老实人，不一样。你那是不要脸，我是演技好。我这人比较双标。老子虽然受了伤，但凭你在50区的拳脚，而且你以为搞定我们8个人就能活着回去？废话，就你们几个废物昨天晚上的表现，傅焕肯定对我起了戒心。
他肯定找了些厉害角色。我把他们的名单给你，然后我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就当谁也没见过谁。他们是谁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意思？知道名字有什么用？死人不需要名字。你们50区太不注重细节了，战场上这种细节用要了你的命。说得对，细节会要你的命。线索持有者，考试试之中提到过，破解一个异常之后，可以去红松路404号兑换50分。显然，这个线索就是指向所谓的异常。夜场公寓哪有纯情的姑娘？就像直播间哪有不要礼物的擦边主播？请关注重点。你几分钟没说话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这线索大概是说红头发的姑娘和鸡有问题吧？导航显示这座城市没有梦想公寓，这异常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，而且 A001 不知道这个编号意味着什么。人不见了，大概是死亡后会被传送出考场吧。以前考生在考场中死亡，尸体会永远留在考场内。归零的考场为什么要把尸体送出去呢？总不见得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吧？我来晚了，早点来还能救几个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对不起啊，弄疼你了，我扶你起来。从手机摔坏到真正淘汰大概是2.5秒，这2.5秒内还是有攻击力的，至少可以在地上砸个大坑。我以为你要怜香惜玉。很漂亮吗？可惜了，这世界10万亿美少女中少了一个爱我的人。其实淘汰也未必是件坏事，归零的考场能活着出去就算祖坟冒青烟了，你说是吧？滕老师，你是黄岩第20期审判庭执行组组长。我儿子叫黄川，也是这届的考生，和你的某个学生很熟悉。是吗？你快40岁了吧？现在还是执行员的话，这2年要加把劲儿了。听说陆衙因为嫉妒，在考试前一晚故意袭击高等区学生，是您亲自把他从治安所带出来的吧？有人把陆衙告到了第9区审判庭，他们很重视这种对考生的恶劣袭击。陆衙在考场里不方便问话，但是您有窝藏包庇的嫌疑，需要配合一下审判庭的问话呀。我在战场上厮杀多年，生命品级早就到了3品，这几个人明显比我等级高。就算我现在向周围喊，他们只要一出示证件，人们看见审判庭抓人也不会阻拦，很难脱身啊。有考生出来了！有考生出来了！真蠢啊！随便说一句，他们还真信了。天门开了，居然真的开了！天门开了，快看，真的开了！怎么回事？往年都是尸体留在考场里的。不知道啊，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考场的具体难度。那么多大能力者亲自来了，难度肯定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但是才开考10分钟不到，就遇难了那么多人。既然这个考场在进行全程直播，就没必要留在这里等陆衙了。反正也能通过直播得知陆衙的命运。现在要立刻脱身，去找已经功成成就的学生和一些有影响力的老战友。万一陆衙能活着出来，我要第一时间把边军的招募书塞进陆衙手中，保他这条小命。别让他跑了！黄川，那不是老黄的儿子吗？川儿，后人！不会是陆衙吧？陆衙？就算不是陆衙杀的人，这2个孩子惨死，肯定和陆衙在考试前下黑手脱不了干系。这2个死了，那其他的孩子呢？陆衙那种水平想杀黄川和于浩然，一定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而且庭长提高了悬赏额度，加大了悬赏范围，所以陆衙应该也死了。他不会还活着吧？上百个人追杀一个50区成绩、智力天赋全都一般的孩子，他现在还没死，有可能是被抓了吧？正在被折磨呢。这个解释倒是合理，否则他不可能在这种难度的考场活过3分钟。别感冒了。气氛开始变得有些恐怖了。第2轮一共30分钟，
逼着考生在送外卖和淘汰对手之前做出选择。这样看起来前10分钟的反而像是一个适应期，适应期就淘汰了一半人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最终通过这场归零的试炼。这特么等拿到餐时，考试都快结束了，而且这几个外卖员没爆发冲突，搞不好是互相认识的同学，直接进去可能会变成他们的积分。考试内容只是说从这里拿一份剁椒鱼头，然后拍照，特么老子自己做不行吗？啊！睡着了，看样子应该是被人迷晕了，应该不是考生。要是考生的话，会在短时间内消失。他的手臂和身体上有些许陈年的红褐色疤痕，身上只有几处血痕，后脖颈有淤青，是刚打斗留下的痕迹。这种伤口一般是油温烫伤。他应该是这家店的厨师吧？厨师在阁楼上睡觉，那么在楼下做菜的，很有可能是一个考生了。我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，你闻到没有？辣子鸡丁油温过高，花椒、大料、茴香放多了。这世界的学生为了这场考试，什么都得精通，怎么可能炒个辣子鸡丁放那么多香料？他是在用香料藏另一种气味。什么？煤气。他特妈的在放煤气，他想做完自己的外卖就把店给炸了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没记错的话，他是于挺，就读于第9区最好的学校。这一手快刀连学校里的老师都赞不绝口，1秒之内连出5刀。如果我刚刚在楼梯口伏羲，大概率会被他砍成臊子。刚才那一声巨响，估计是外面传来的吧？啊！上吊！你是50区的那个叫路牙的家伙吧？刚才的伏击做得不错，实力不像是50区的水平，但是你没收集过异常吧？我开始考试就在一个女生宿舍里，一个女孩披头散发的吊死在我面前，绳子突然断裂，她瞬间复活，把指甲插进了我的喉咙，她的力量比野牛还要恐怖。你猜我怎么做的？我抱着她从4楼跳下去，我把她当垫背的。啪一声响，你见过鲜血像是烟花一样正开的样子吗？然后我就拿到了这根绳子，这就是异常。当然，你的实力要是早点见到异常，早就死了。先送你上路吧，其他几个人我一个个收拾。异常，我没见过。当然，只有我这种实力才有资格收服异常。你这种人活到今天，最大的意义就是给我提供10分。但我才是最大的异常。他是50区混进来那个，宰了他就能拿到了一个树盖市政厅上班的资格。你也知道了，地上躺的这个是谁啊？连50区的废物都打不过。你的身份不配站在这儿。这是实验学校火箭班的破鞋踢技吧？第9区最好的踢技，这家伙我在9校联考的时候见过他，好像姓陆。最后一次摸底考试，全区排名前300。我知道9校联考是什么东西，全区9所最好的学校，各自拿出最好的一个班级进行联合试训，排名前10的可以参加第5区的命途试炼，换取一个更美好的前程。你这10年淬炼的技巧和力量都很不错，但这群人用高价药物洗骨伐髓、断筋炼肌，还有专门的武技，力量已经超出人类生理极限了。其实你的天赋比他高，也许比他更努力、更拼命，但是他们有钱。储能还有多少？72%考试开始治疗全身伤势，轰瞎于挺的眼睛，再治疗自己的手腕，一共3次，用掉了28%的能量，打不过跑吧。你们这是在逼我。那个瞎了眼的于挺应该打开过一个煤气瓶，空气有着些许刺鼻的味道，2个灶台还开着火，显然屋子里的煤气远没有到达爆燃的浓度。太慢了！你们有钱，我有挂。破鞋踢技是吧？老子不配站在这考场上是吧？现在怎么老子站着你躺下了？其他人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
那根绳子呢？难道那家伙瞎了眼，还能爬上去拿解绳子？异常1044上吊绳23，一根麻绳，杀死一级异常获得，剩余使用次数2。使用说明：指定一人被上吊至就近高点，使用次数耗尽后无法押送。按照考试规则，上交异常可以得分，但无论异常的等级高低，一个异常都只有50分。异常居然可以当做技能使用，在这个所有人都只能使用拳脚和冷兵器平砍的考场里，多一个技能和拥有命约星柱的超凡者有什么区别？如果线索强度排名是从 A、B、C、D 按顺序往下依次减弱，那么一个 E 级线索已经能让第9区优登生9死1生，那 A 级线索会是什么样的难度？取餐项目已完成，送餐项目0点35分前送至梦想公寓1号404室。凭自己的实力能拿到这个异常吗？梦想公寓1号4045，有点意思，那就是非要去这个梦想公寓不可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路牙在里面，看清楚了，他居然撑过了第1轮，这小子有能力解决第9区的任何人吗？万一运气好，让他碰到几个下等区升上来的人呢？别抱幻想了，第2轮已经开始20几分钟了，能活到现在的哪个不是狠人？饭熟了，客人到了，该干活了。路牙，那好像是路牙啊！那好像是路牙，我不是路牙，他才是路牙，我不是路牙。这么喊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叫路牙。禁止入内。喂，干什么呢？送完外卖就走，别去1号楼。这城市5区的人那么多，禁止入内。兄弟，抽烟还来？这保安动真格的，是考生还是 NPC？ 不管了，放倒他！这是拿到什么加强身体素质的异常了吧？至少加强了3倍。怎么可能？玄石城最强几个学生的单挑视频我也看过，没这么猛。说人话。这幅书法作品应该很贵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欣赏不来。我觉得这字比我们班那个只知道跟黄毛谈爱的班花写的还烂。书法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好的肯定便宜，我觉得烂的才值钱。唉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冲！干死那个瞎子！追了那么久，浪费老子那么长时间，老子要亲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！什么情况？你还好吗？6楼，他要去6楼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你和我交流？我感觉眼里的光还能用，所以你还在，对不对？没人往下跑吗？还是跑不掉了？所以门是什么时候关上的？这家伙是个聋子，我没得选。这场试炼难度升级应该和他有关系。别玩我啊！这一路上怎么半个人都没有？我现在宁可面前出现一只女鬼，也比这种安静的氛围要好。身材要好一点，最好是黑丝皮靴、血眼御姐那种。就算是被鬼弄死，我对颜值也是有要求的。拿进来吧。我把外卖放在门口，你出来拿吧。你一个女人在家，我不方便进来。你在试探？你在试探家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？我没有。没有什么？我没有鞋套。他好像在期待我说我没有试探。为什么呢？这5个字在这公寓里算是禁忌。这里又不是规则怪谈现场，哪有什么不能触犯的禁忌词？只有把饭送到我手上才算是送到了哦，而且服务态度不好，我也许不会给好评哦。你是女人吗？你是女人吗？想清楚回答。不是。你来开门。你把外卖放在门口吧，我会来拿的。我现在不想开门了。什么时候来拿？什么时候吃？什么时候给5星好评？是不想开门还是不敢开门？刚才我想等你走了再来拿外卖，我不会吃，更不会给5星好评。最后我不想开门。你吃完给了好评我就走。你的手机在哪儿？卧室。你手机密码多少404404。银行卡密码？没有银行卡。你带着几个异常？难道他可以对我出手？我猜错了。等会儿，刚才我问的那些问题，他好像最多犹豫2、3秒才回答。座钟的秒针每5秒才动一次，难道是每个问题必须在5秒内回答真相？
一个。一个异常就敢来这里，那你很能打喽。一路上杀了多少人？12个吧。过来把饭吃了我就走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们这些外乡人啊，这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了这间公寓，而你大概从门口保安那里听说了些公寓的忌讳，所以你们今天来了不少人。但那个小保安大概没说全吧？我们确实说谎或者不回答都会被抹杀，我们的意向也只能对谎言者驱动。这栋公寓12点半后确实一切真实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杀死鬼吗？你这还不算使用意象，你的意象到底是什么？绞杀！上吊绳！房间里还有没有异常了？吱一声。餐品很美味，微辣微麻，色香味恰到好处。厨师肯定是离属我185的帅哥，下辈子保证还点这家外卖。基础项目明明记得只淘汰了12名考生，已完成。送项目费东山做出评价。为什么这里显示224名？难道自己把追兵引进这个公寓，追兵被异常砍了，全算在自己头上了？这样的计分方式是不是有些牵强？好不容易结束莫名的恐怖起来，大多数人的选择应该会是分值最高的基础任务，然后找个地方藏到结束。但是最后一轮规则却从末尾淘汰制变成了赢家通杀的赌博机制。试炼告诉所有考生去和鬼拼命，否则就把你们变成鬼。前面整整40分钟的考试，所有人加起来只上交了28个异常，接下来60分钟要收集971个异常。这考场里有的是天才，他们的命比我金贵，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吧。一张人类皮革，快速吸取附近范围内所有生物并包裹消化。这大姐还真没骗人，她真没使用技能啊。按照描述，这异常的真实能力吸收周围所有生物，如果使用技能，完全可以覆盖整个房间，我连躲的空间都没有，当场就会变成一堆肥料。但是这玩意儿只是 C 级，就轻松撕碎了我1级的上吊绳。异常等级之间的差距看来极度明显。那6楼那个 A 级异常，路亚下楼，我能挡住他们。大堂座钟后面有一个通道可以离开公寓，钻进去，别回头。那个保安他好像是在推动考试进程一样，但如果这栋大楼里不允许谎言，那么座钟后面有一个通道可以离开公寓，这句话一定是真实的。那保安虽然武功厉害，但现在眼睛里还有能量，还有一个 C 级异常，未必打不过他。出去看看。这人是路亚，这个人无论是服装、长相，居然和自己一模一样，甚至是姿势和自己也很像啊。那是谁？路亚？那我是谁？路牙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叫路牙？这栋公寓里的规则，必须说实话，必须在5秒内回答问题，否则异常就允许用异象攻击你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是保安吗？保安应该知道这规则呀。保安，我不是保安啊。不是保安？那你穿这身衣服守在门口敬业的干嘛？因为考试任务让我应聘保安。我来到这里才发现，原来的保安是个异常，他把人引进这个公寓关起来吃掉，我就把他踢死了。这栋楼太危险了，我就站在门口劝其他人别进来。我在大堂的时候，你不是劝我不要上楼吗？怎么自己跟上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8分钟前在门口拿了我1包烟，5分钟前在大堂劝我特妈又不是西湖草鱼，只有7秒钟记忆。可是我怎么确定你就是路牙呢？不如你问问我给我的那包烟里有几根烟？几根？没烟。啊！你真的是路亚？我一直说我是路牙啊。原来你是路牙，那你怎么做到跑下去又出现在这里的？那个人明显是在骗你啊！可你刚才说这栋楼里只能说实话啊，可能乔装打扮不算说谎。有道理。你上来干嘛？保护你。我俩以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保护我干嘛？因为你是天才，你倒是很诚实，我也这样觉得。从哪儿看出来的？这个考场的难度莫名其妙的高，你从这个小城市的50区走了狗屎运被提上来，武功那么差，力量那么弱，速度那么慢，被200多个人追杀还不死，居然能活到第3轮，倒也不必那么诚实。所以这个考场难度飙升，肯定和你有一定关系。
咱们非亲非故的，就因为你觉得我是天才，所以要保护我。你这种高手不应该来抢夺机缘吗？不是的，我爸说人类通过命途试炼大浪淘沙，最终目的是诞生足够多的强者，保障人类的繁衍生息。还有这种说法，他们那些在下等区还能脱颖而出的人，才有最纯粹的天赋和毅力。你从看见我开始就觉得我不一般，所以在小区门口帮我拦住追兵。刚开始倒是没想那么多，我就觉得200多个高等区的追一个低等区的考生不公平，没道义，我要管。后来为什么不拦了？因为打不过了。你相信我说的不？我信。这里不能骗人的。谢谢。我爸让我在考场里少说话，他说不会有人相信我的。你好像很喜欢听你爸的话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但听不到了。我得管，我一定得管，出了考场我就去管。聊了一会儿，终于知道这个保安的名字叫乾坤，可能是起名太霸气，命格承受不住。他只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4个月就早产出生，好在父亲请了一位治愈系的大能力者，才保住他的小命。但大能力者的治愈让他的智力出现了一点偏科。幼儿园老师说他记忆力极差，2星期才能学会一首儿歌，学完第2首就把第1首忘了。但他的计算能力却异常惊人，能心算复杂的数学题。1号楼最危险了，上次进来救人的时候，大门关闭，差点被困死在里面，还好一个女生细心帮忙找到了出路。我刚才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敢上楼救你。到了6楼，楼道没有光，但是密密麻麻的都是人。我看见你挤在人群里喊救命，我就冲开人群把你救了出来。没想到那个人不是你，也不知道谁假扮了你。你通过考验了。考验？我不是路牙，刚才下去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路牙。命途试炼不仅有实力的考验，也有品格的淬炼。恭喜，你通过了。去吧，坤哥，离开这里去找路牙吧。如果他能活下来，他会是你最好的兄弟。在进入公寓前，眼睛就对我说过，进入公寓之后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然后进入公寓，双眼发出过剧烈的刺痛，当时以为是什么压制了眼睛。现在为什么要去6楼？为了保护自己，还是想占用异常的身体？我靠！路牙！你们特妈的叫魂呢！你们是谁？一个个都把名字报上来！路牙，已读不回，我走了啊！异常 C014人，都他妈给老子死！有本事一个个都跟老子进来！我用尽所有智商手段，拼命从外卖站点杀到万人广场，最后完成送猜，几经生死才拿到一个 C 级异常。但现在编号 A001的异常就这样得到了，捡一个蛋送一个异常。你获得异常 A049酷刑。难道这一层考验的是贪欲，给你最好的异常，但如果无止境的纳下去，就会变成外面那些考生这样？不对，他们应该没有进过房间，2个房间的家具纹丝不动，没有半点打斗的痕迹，就像是有人隔墙直接秒杀了这里的异常，然后放了几只鸡进去。难道线索里那个红头发的女孩，也许找到她才有答案？我操！你在找我吗？别动，否则会像那个家伙一样，我让他浑身麻木后躺在那里，我在他的肚子里放了几百条虫子，那几只鸡会啄烂他的内脏和骨头，直到找出所有虫子。或者可以选择和那些人一样，那种死法比较干净利落，我只是把他们的眼球挖出来，然后转过来，让他们看着自己被活生生切下脑袋，然后再安装回去。那个跑下去的假路牙，是你扮演的吧？我扮演你？你是想要骗我触犯这公寓的规则吗？别天真了，我可不是那些傻瓜。门口那颗人头，是你放的吧？人头？那是门口那些年轻人亲手切下来的。死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酒量怎么样？取消。哼，你怎么想到的？外面这些人的死法是瞎眼斩首，我记得他们追杀我的时候，就是想把我这个瞎子脑袋切下来，现在他们都变成了没脑袋的瞎子。你的实力太强了，刚才那个叫乾坤的考生不可能是你的对手。为什么呢？你都杀了那么多人，也不差那一个。对了，这栋楼不能撒谎，但出现了一个假路牙，当时我一直想不明白。还有考试信息说我杀了200多个人，当时我就想不明白，难道我带路进入公寓异常杀了人也算是我的积分？现在我都明白了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这200个人都是我杀的，被乾坤保护冲下楼的那个人也是真的我，所以你就是我。但世界上怎么会出现2个路牙呢？除非
这个东西也被判定为我的一部分。你就是我眼睛里存在的那个东西，因为10年前，我就是用一壶白酒灌进眼睛，灌醉了你，然后在马路牙子上聊了一整晚。不好玩，太聪明的人不好玩。我一直以为我的眼睛里住着一个张牙舞爪、满是触手、不可名状的怪物，没想到藏着一个红衣黑丝玉罗。哪儿来的黑丝？这不是重点，所以我在进入考场时就注定了会成功。凭什么？有你啊！你在考场中能显露真身，这考场里应该没什么能挡住你的。我只能出现在这里，其他地方我帮不到你。只能出现在这栋楼？只能出现在这一层。为什么只能出现在这里？因为我不是人啊。你的意思是你曾经是人，但现在不是了。那么现在的你也算是异常吗？这座城市里只有2种人，考生和异常。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被我变成了异常。想不通，其实你也挺傻的吗？你有改变现实的能力，利用我剩余的寿命转化为能量，利用能量把自己实体化了，创造了考场，完善了考场背后的故事线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的命够创造出一个小镇吗？所以是你用我的生命把自己化成实体，然后把既有考场里的虚拟人物全变成了异常。你命中注定就是个平凡的小卒，你的命甚至比他们还便宜。这几10年的命能有多大的影响力？咱们2人一体，我贱等于你贱。不对，你说这个城市所有异常都是原住民，你也是异常，所以你也是原住民。智商终于回归了。不对，考场是临时生成的虚拟场地，你又不是临时出现的，你实打实藏在我眼睛里10年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即时虚拟场景里生成的虚拟人物？谁告诉你考场是虚拟的？黑松镇在玄石城以西94万公里的边境线旁，周围有8条山脉环绕，山脉盛产速生黑松林，是附近城市最主要的木料原产地之一。后来随着山脉深处发现良金矿脉，聚集到小镇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探明矿脉的储量至少可以开采80年。良金矿，我记得你9年级夏天西北矿藏认知那门课的时候学过。一种提炼驱邪药物的矿石，也能帮助冰系命圈星柱的修炼。一颗拳头大小的原矿大概5万块钱，约等于一个民工1年的收入。我记得说这个知识点的时候，你刚好瞄到班花大腿吗？我问你要不要用3天寿命换跟班花谈恋爱，你拒绝了。谈恋爱更浪费生命。有木材有矿，这小镇的人口应该就多了，资本该介入了，房价该上涨了，赶紧贷款加购一套房产啊！不笨，但资本比你多想一步。于是人们纷纷抛售。当全镇70%以上房产被买空之后，他们忽然开始宣布矿脉储量80年储量意味着这座城市能够长期发展。于是大量人口涌入，房产价格水涨船高，翻了3倍，同时租金更是上涨接近5倍。在矿脉储量谈明的消息还没发布之前，大量财团就悄悄进入小镇，他们打出提升边境生活水平、旧屋换新房的广告，用高于市场价50%的价格收购镇民手上的房产，并承诺新房造完后给他们打8折。镇民忽然发现自己卖房得到的钱还不够几年租金，但他们的工作、家庭、孩子的学校都在这里，他们无处可去。一次财团联手的信息封锁，然后利用信息差卷走居民的累积财富。然后呢？你家房子没了，你跳楼变成女鬼索命。如果是你发现矿藏后封锁消息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给钱封口喽！勘探的矿工都是穷人，1万块钱足够让他们上交手机，在矿上待1个月。那为什么只有勘探队的人被封口，而负责技术支持的工程师却毫不知情？如果公司突然要封锁消息，而工程师肯定会起疑，所以公司干脆就不告诉他们。可黑松镇是边境，大山后面就是妖血人马的领地，与其掏出300万给现场300个矿工，不如做成异族入侵的场面。死点人不仅省钱，还能申请一笔防御经费。矿工队长林栋梁被3根标枪穿胸而过，钉死在矿道深处。伯父你好，我叫陆牙，你叫我小陆就行。初次见面没带什么礼，早知道我在参观拎2瓶酒过来。纺织女工程琳去矿上寻找丈夫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最后尸体在矿场的乱石堆里发现。程琳的爸妈等不到女儿女婿，拿着横幅去矿上找人。一棵和人一样粗的黑松木刚好倒下，压住了这对老夫妻，压了整整2天，把他们活活疼死、冻死在黑松林的冬天。爸爸妈妈、外公外婆都不见了，爷爷感觉不对劲，连忙让奶奶把放假孙女送出小镇，
提前送去大学。爷爷奶奶有一片祖传的果园，冬天的橙子红彤彤的，好看极了。树下是散养的山鸡。孙女走的时候揣了满满一书包的鸡蛋和酱鸡肉。这片果园你也采到过？就是这里。你怎么知道？进小区的时候，就是从一棵橙子树上爬进来的。这小区里的橙子树多得有些过分，大概是挖了树懒得扔，直接在小区里当绿化了。而且这房间里有好多鸡。当时开发商欺负2个老人，把果园强拆了。No， 当时的新闻上说，果园里的鸡得了鸡瘟，老人不舍得死鸡，就把鸡炖了吃了。2人双中毒入院，抢救无效。后来开发商就在这里建了梦想公寓。我就知道，他们的高管、经理拖家带口的来到这里，白天炒房炒矿，晚上在万人广场吃香喝辣。新闻上说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效，偏远的黑松镇燃烧了勃勃生机。你说，作为那个被送出去的女孩，应该做点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如果是玄石城，我还能想点办法，但是这里……林程程也是这样想的。他一个族级身份的学生，面对一群律师，能做什么呢？他只能退学，然后藏在学校里自学了建筑和开采，最后搞到了炸药，在结构柱上埋好炸药。那场爆炸真的是他这辈子见过最美的爆炸。3栋大楼在火光中倒下，烟尘弥漫了半座小镇，可惜没有全炸死。4阶以上的生命体，毕竟对非生命体攻击免疫。他们把废墟里重伤的林程程拉出来，拉到万人广场，当着整个小镇的人对他用刑，让人们知道反抗的下场。林程程死了，但整个小镇变了。他们惊恐地发现，林程程勾起了小镇里的所有怨愤，几十万人的怨愤供养着他的身体，整个小镇乱套了。我吸收的怨愤越来越多，甚至开始直接吸收生命，吸收磁场，磁场崩溃，所有信息无法向外传递，所有人开始被怨愤感染，积压已久的怒火点燃，原住民与淘金者与财团厮杀在一起。就在局面彻底失控之前，维护这一片区域的大能力者终于降临，他要来主持正义了。但是他没有镇压怨愤，他镇压我，把我的尸体拍成血沫，然后开始杀人。他杀所有人。灭口。所以这些开发商是替他做事的。聪明。算不上什么聪明，只是见多了人性的恶，下意识把所有人当作混蛋。所以他才是财团背后的主人。他用搅动房产的手段，已经把14个边疆村镇的地产掌握在自己手里。黑松镇失控了，迟早有人意识到真相，所以他要把所有人清理干净。死人的嘴是最严的。我开始发觉我能掌握怨愤，于是我揪聚了整座小镇的愤怒。但就算这样，我依旧不是大能力者的对手。他随手把空间拍得扁平，把我重新打成分子，砸进小镇的每一个角落。但我还是没死。这是我的城市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我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。这里是边陲小镇，也是人类与人马最古老的战场。古战场有的是不甘的灵魂，他们全醒了，埋藏50代人1万年的怨愤托举着我，再次站在大能力者的面前。我们的战斗把整座小镇从现实中抹去，我和他都脱离了现实，整座小镇都脱离了现实。他用全部的力量把我封印在已经炸毁的梦想公寓里，并拍碎了我用来聚集怨愤的眼睛，而我也封印了他的行动力，并击溃了小镇的规则，让大能力者的命虚星柱在小镇无法使用。于是他的命虚星柱与所有能量散开，散落在城市里每一个角落，让很多人拥有了特殊的能力，成为异常。眼睛的碎片带着我的怨愤，穿过精神与现实的纠缠宇宙，最后冲出现实的通道，化作2颗陨石，落在了一个黑粒里。最后到达这里，我在精神与现实的纠缠宇宙里，领悟了更改现实的力量。本质就是用对等的筹码和未来对赌，比如用你的生命赌考场的难度，你赢了就逆天改命，输了，生命永远交给我凝结肉身。但在结果出来之前，你的筹码短暂的放在我这里，所以现在我可以临时用你的命生成肉身。
原本只是想诱惑宿主，吸干他的生命和精神杀回去，和那大能力者再决一死战。没想到遇到了你这倒霉蛋，你的命运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，所以不忍心了。那现在，哥把命借给你了，我们去干掉那个杂碎。本来我想，如果你没通过试炼，我就拿着你的命通过考场，这个现实与虚幻之间的通道，回到黑松镇凝聚肉身做个了结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考场就在黑松镇，所以我给你发信息，让你来6楼救我。如果你不来，那我就想办法在这里和那大能力者做个了结。但你这个傻子居然真的来了，那我就拿剩下的这点意念帮你拿个好身份。我们两个总有一个人得好好活下去。老子说了，我们去干掉那个杂碎，没听懂吗？别傻了，我不会告诉你他在哪儿，安心过好你自己的人生吧。红松路404号。你说他的命虚星柱与所有能量散开，散落在城市里每一个人的身上，让人成为异常。那么谁在收集异常，谁就是那个杂碎。我用你的寿命制作的身体很不稳定，只要离开6层，意志和肉身会在几分钟内消散，所以我出不去。路牙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现在那个大能力者应该收集了一部分异常，一旦他融合恢复出命虚星柱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你提前到6楼杀死所有异常，让这些 A 级异常成为我的武器。我只是想毁了这些 A 级异常，以免那家伙的实力恢复巅峰。就算加上这栋楼里所有异常，你赢他的概率也不足30%，你出不去的。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，大门的封印凭你的力量根本打不开。用 A 级异常去杀死这栋楼里所有的异常，然后去地下室藏起来吧，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了。一旦他拥有了命虚星，助教可以离开红松路来找我，我们交手的力量会撑爆整个考场。你可以趁机找到出去的路，帮我把牌位带走吧。每年清明多烧点纸钱。叽里咕噜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听不懂。老子说了，我们去干掉那个杂宿。你出不去，你打不开这道门。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我没有朋友吗？路亚，你骗人，你根本没下楼，地下室是封死的，我救的那些人全在地下室，他们根本没见过你。真有傻子啊！现在把你的身体塞回你的破棺材里去，哥带你杀回黑松镇。对不起，骗了你。那些怪物因为我而产生，如果我走了，他们会跟出来祸害其他考生，这样我没法说服自己的良心。该去红松路了。是的，该去上交异常了。不能去那里。红松路404号里的那个存在来过这里，当这些考生上交异常后，那我们应该去红松路阻止其他考生啊。能留到现在考生都是天之骄子，人类不能失去那么多未来的中流柱柱。但是大门很难打开，撞也要把它撞开。地下室还有3个朋友，加上我们一共5个，总能撞出一条血路的。我们总能撞出一条血路的。他是秦开来，这是诸葛俊，他叫玉京子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不需要你们相信，我只需要你们帮我。不相信，怎么帮你？我觉得这个人可信。我送给了他一个异常。50区那么嚣张，行贿受贿已经明目张胆地摆在台面上来说了吗？我带你们去收集这栋楼所有异常，先把你们武装到牙齿。2楼左转第1间。我觉得你的猜想大概是错的，但我会在404号门口帮你拦人，一直到考试结束前最后1分钟。我也是，帮你是讲义气，但如果考试结束前最后1分钟，你解决不了404号里面的那个家伙，我还是要进去上交异常。我不能拿自己的人生做赌注。我喜欢你们这群家伙，活着出去你们得请我喝酒唱 K。凭什么是我们请你？因为我穷啊。哼！快！就是他。
我们先把碎片给镇压所送过去吧。不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吗？我说不明白。这个考场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无法解释的诡异，反正都是说不明白，干脆就别说了。来一个撂倒一个，我应该能顶住。如果打到后面顶不住呢？能打到顶不住，也算是我们对得起那家伙了。他就这么直接进去了，那么勇猛吗？别拍了，已经够矮了。你去把路口那几棵松树砍了，横在路上，别让那些骑电瓶车的家伙直接冲进来。你手里还剩18个异常吧？17个。什么时候又用了一个？路牙进门之前问我要走了 C 级的多闻，就是那个用来远距离查看队友画面的异常，没什么用，他要我就给他了。他要这东西做什么？帅啊！不要用那舔狗一样的眼神看着我，去那里耍个帅给我看看。找到你了，这些年在小镇里拘捕异常，受了点伤，还好这段时间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。如果处理了异常，就放在那里，佛会保佑你。佛会为我逆天改命吗？你的命本就是一介凡族，苦学18载，去边疆当一个小兵，打8年仗，带着一身治不好的旧伤回家，分配一个扫大街、打螺丝的工作。也许你还想做点什么逆天改命，但每天16个小时工作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再也没有其他空闲时间。所以今日不拜佛，明日为佛祖建。你能看透我的命运？看不透，但这是所有普通人的命运。我绝望的时候拜过佛。你能看透我的命运？看不透，但这是所有普通人的命运。年轻人还是要有些希望的，老年人还是要有些实话的。真言绝域，你去过一栋公寓吧？是啊，现在这间房是真言绝域的范围，在这里不能说谎，也不能拒绝回答。现在装深沉说瞎话的环节结束了，让我们来说点真话。你叫卢凌风，官级身份，15年潜力到达超凡，成为大能力者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在挑衅一位大能力者。B32烈石，正确。你这独眼龙的眼神倒是不错。历史每次只能用5秒，总共只能用3次。哼，我知道，但至少我能活15秒。你诱导考克让他们上交异常，并不是为了让打开考场的出口，而是想熔炼异常，恢复实力，和黑松镇里最强的异常决战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和他的决战会导致考场空间崩塌，大多数考生会死在考场的崩塌中，是不是？是。其实不上交异常也能离开考场结算成绩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么离开考场的方法是什么？15秒到了！离开考场的方法是什么？你还剩2秒回答问题。考场出口在黑松镇良金矿场。哼，取消。肉瓷。答对了。你的真言绝育没有了，不用再说真话了。是的，但是我想问的问题也问完了。我以为你会问当年控制财团炒房价、黑松镇杀戮的真相，原来你也不是那么正义，只想知道出口。考生只在乎分数、身份，只在乎要不要上交异常。哪个傻子特么会在乎真相、正义这种东西？你知道出口又怎样？你出不去，你死了，考生还是会源源不断送异常来。我进来的时候，有4个朋友帮我拦截其他考生。4个人能拦多久？能拦得住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吗？问得好，
刚才外面全是我朋友打架的声音，可现在没声音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朋友拦不住了，他们可能已经死了。几百个考生带着异常冲过来，谁能拦得住呢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没有其他考生进来呢？你知不知道有一个 C 级的异常叫做多闻，就是一种没有任何攻击力和防御力，只能把现场画面传递出去的异常。那个异常本身没有任何价值，但如果周围聚集了几千个考生，我们又在真言绝狱里不得不说一些真话。我还是觉得不靠谱，不如直接冲进去。好，我们一起上。哎，人呢？我不是打不过他们啊！滚啊！没长腿吗？待在这里等死啊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知道，这屋子只有一个出口，以你的实力，老子恐怕出不去了。但其他考生活下来，这考场难度等级很高，活下来的人都是未来的中流砥柱，他们逢年过节会给我烧纸的，我在下面也不会过得太穷。现在你还觉得你能收集到足够的异常吗？但你自己走不了，你的下场会比那个叫林程程的娘们更惨。你说谁的下场会很惨001，你怎么可能得到001？破！我杀了你！给我滚开啊！你走吧，走吧。现在想让我走了？天野，我倒霉辈子，求你一次，让我赌赢一次，就一次。星柱，关灵99，黑佛妖僧，这么强！现在知道什么叫大能了吗？凭你，能杀大能吗？再加我一个，能不能杀大能？给我起！玉京子呢？他走了，去矿脉找出口了。这种大成的天骄只知道自己的利益，跟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。我们刚开始的任务只是在门口拦住其他考生，他已经完成任务了，而且当时他受伤最重，已经够意思了。哼，天赋不错，但命须星柱之下，众生皆为刍狗。人情还清了，不欠你的了。你不是跑了吗？当然是骗你们的，免得你们这俩卧龙凤出说漏嘴，别耽误老娘打架，滚出去！这都没死，我眼看着那佛像砸在他身上的。蠢货，是命缘抗拒。看来你的命缘还挺强，
阿弥陀佛，杀僧灭佛，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！你们撤，把乾坤带回现实世界，把这个叫卢凌风的家伙查清楚。玉京子，带他们走。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如果有心的话，麻烦去50区找一个叫程进南的老道士，他知道我这辈子有些没做完的事，没有其他手段了，只能拿命来保护朋友了。操，这么恐怖！说好的邪不胜正呢？一起上吧，只能相信天降正义了。你们谁都保护不了，这世道哪有什么正邪对错，只有身份。这里仅我一人有星柱，那么我就是佛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天道。妈的，还是输了。你用所有的生命赌自己赢，你已经赢了，你早该走了。为什么要为我再上了一次赌桌？现在你的筹码输完了，但我还有筹码。陆崖，我赌你赢，押上一切赌你赢。是你？你怎么能出来？你离开公寓会死的！我站在公寓的窗外，看着你为我拼命。我看着那重伤的女儿在暴雨中决然启动卡车。我不能看着你们这帮傻子前仆后继打这场不可能打赢的仗。所以那姑娘启动卡车的那一刻，我也上车了。我把棺材装进卡车，把身体装进棺材。死就死吧，只要你能赢。陆崖，我只要你赢！是陆崖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佛门圣地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放你大爷！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不拦你。我用大能的人格保证，我就待在这里，哪儿都不去。我不拦你。你非要盯住这点事儿不放吗？一件已经过去10几年的事儿，一个已经死了10几年的女人，为了这种事，你要拼上这条命？这点事儿，他妈的那是人命，一座城的人命。这世界有89万亿人，一座城算什么？哪个贵族不是把平民当狗用？哪个权臣手里没几千几万条人命？这世界规则就是这样，身份就是天道，权贵就是天上人。你不服吗？你拿着你的刀去杀呀！你能杀几个？你连他们的面儿都见不到。天道见不到，那就先杀一个给这天道看看。我陆崖一个人一把刀，从天下杀到天上，我倒要看看天上是什么人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。我倒要看看，是我的刀快，还是他们的命硬。林程程，你看，你赌赢了，你他妈吱一声啊！我们赌赢了！快走！终于到了，可以回家了。真的是这里吗？我怎么看这个矿洞都不像是回家的路？要不再找找？找什么？找死！完了，要嘎了！我还没谈过恋爱啊！都特么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谈恋爱？长得丑还恋爱脑，活该你嘎呀！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！老天爷想要放我回去谈个恋爱，这碎片能治疗人啊！治疗？这特么明显是机缘啊！吸的越多，肯定最后的身份越高。我要变强。那他们3个人吸不到怎么办？
再见了。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再赌一次？什么筹码都可以。出口！是出口！是出口！我好像看见广场了，我好像看见天门了。我们回。天门开了！全世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看到的是玄石城第9考场第一个走出来的考生，他叫张子晨，是从这座城市低等的46区被提上来的幸运考生。现在全世界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，从这座试炼场里走出来的幸存者将会得到什么样高贵的身份。张子晨，洛天劫，解天命。白芒耀身，兵卒知己，恭喜张子晨获得卒级身份。碧染长空，立志9州。恭喜张子晨获得立级身份，他距离走完天界还有20步。谢谢陆阳，谢谢陆阳！恭喜张同学完成考试，获得立级身份。按照去年的统计，全人类中8%的人可以获得这个身份。请问张同学，这个考场到底是什么难度等级？不知道啊。那能不能向观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这场考试的难点？不知道啊。张同学，刚才你在天阶上感谢的人也是这个考场的考生吗？他为你做了什么，让你如此感激？谢谢陆阳，我谢谢陆阳，我差点死在考场里啊！蔚蓝无尽，师徒无尽，恭喜杨廷海同学获得师级身份。陆阳，陆阳出来了！好多人啊，怎么都在看我们？大概在看玉京子吧。别废话，你们的总分多少？349。不应该啊！我拿了100分以后就被困在公寓里了，几乎没有完成过基础任务，也没有胜交过半个异常，总分怎么会是349？我也是拿了120分就被困在公寓里了。考场给我的身份是电工，让我保护好公寓的照明系统，结果不知道哪个傻子火烧变电器，整个公寓都跳闸了。但最后成绩是361，多出来那200多分是哪儿来的？也许那个大能力者是整个考场难度的核心，对他造成的任何伤害都会掉落大量分数。你们下天阶吧。好。好。他好像要哭了，可能是有朋友死在里面了吧？50区能有几个人掉到第9区啊？还刚好是他的朋友。对呀，陆哥这个人多硬啊，刀砍进肋骨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现在这表情，可能是女朋友死在考场里了吧？你们2个先下去。白芒耀身，兵卒知己，碧染长空，立志9州。第40步激活，立级身份。好像是在红酥路404号门口帮陆牙拦截我们的人，是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蔚蓝无尽，师徒无尽。在第73步，他们同时成为了师，同时人生一片坦途。我操！不及格都能当师，誓言滔天，誓言滔天！恭喜玄石城时隔8年再次关，恭喜玄石城时隔8年再次，恭喜玄石城时隔8年再次出现关级身份考生，恭玄石城同时拥有了2位星柱者，2位未来的大能，他们当官了，你看他们当官了，这就对了嘛！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往前走，走吧，去迎接我们的未来。这才像话嘛！哭什么哭？哭丧啊！往下走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呢，不要 cosplay 傻子。你不是死不太吉利是吧？那要不换个说法，你不是嗝屁了？我离开公寓后，确实是把所有肉身和灵魂全部用来与现实对赌，增强你的实力了。就算你赢了，我的一切也被考场规则活灭殆尽了。然后呢？但是考场规则忽略了一个器官。眼睛。对喽，考场规则认为眼睛是你的器官，但我还有一缕执念附在眼睛里，虽然随时烟消云散，但至少还在。你看起来可不像是随时烟消云散的样子。因为你话痨啊。话痨和你活下来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你说了一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再赌一次，什么筹码都可以，所以我就活下来了。
当时我附在眼睛里的执念几乎也要消亡，但这句话是在现实与虚幻交接的通道中说的，在那里与现实对赌的收益会成倍增加，所以你让我拥有了一次选择的权利。我用你激荡命虚星柱的所有能量做赌注，铸回了我的灵魂。你没发现你都快走了一半了，连足都不是吗？拿了就拿了吧，你活着就行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走慢点儿。怎么了？我快重铸成功了，赌注即将全额罚，不过我想拿走一半，因为我似乎也可以激荡一个命虚星柱出来。拿吧。放心，以后姐带着你混，有什么委屈，姐都帮你碾平它。陆哥，我不管你是民还是族。我没事，我们接着走。还要多久？15分钟。我变成一只乌龟爬到底都用不着15分钟。以你的脑子拖不了15分钟，你可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家伙。你好啊。你好啊，玄石城27审判庭复换审判长。玄石城27审判庭20381207000741号案件，因入室抢劫判处陆长林，余主死刑立即执行。复换审判长，记得您判过的这个案子吧？编号开头是2038吗？那是10年前的案子了，印象不算太深刻。这2位是你的亲属？哦，原来这2位是你的父母。不好意思，这些年检过的案子太多，实在不太记得了。忘了？那我帮你回忆一下。大案件必须公开透明，必须经家属确认。当年这2件事你们可都没做，从宣判到执行只用了12个小时。得知父母死刑后，我当天去市政厅上诉，却以窝藏罪被抓进27区治安所，用强光灯照了一晚上，导致双眼受伤失明。等我出来之后，直接被丢到了50区那条野狗遍布的街区，还好我侥幸活了下来。回到27区之后，我发现房子被充公拍卖，我的姐姐、左右邻居，还有那个所谓被抢劫的受害者一家全部失踪。到了今天，我还是没有找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。你觉得这一切有一条是符合常理的吗？陆涯同学，我理解你的困惑，因为我看见过太多像你这样仇视审判庭的孩子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玄石城27区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区域，不像是第9区那么富荣。在孩子们的心目中，父母当然是好人，是全世界最可靠最温柔的人。但是有些父母确实在生意不好或者丢了工作之后，靠一些违法的行为维持生活。所以有些案件证据链确实充足，性质比较恶劣的情况下，当场宣判，短时间内立刻执行也很正常。至于治安所，正常情况下就算去市政厅闹事，也会由市政厅的卫队进行抓捕。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受害者的亲属乔装成治安所的警员对你蓄意报复？你姐姐的失踪也很有可能与此有关。至于邻居失踪，有没有可能是觉得旁边住过一个死刑犯不太吉利，于是去了其他地方？如果陆涯同学还是觉得我们审判的不对，这样给我7天时间吧，我亲自接你到审判庭，共同检查当年的卷宗。7天，准备时间太长了。这位陆涯同学可能不太清楚，找一份陈年资料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。2048年12月的案件卷宗都在审判庭地下4层116房间第16个铁皮柜第3层，那份案件就在第3层正中间的位置。进入地下室拿到案卷需要5分钟。审判庭的空顺机从27区飞到这里也需要5分钟，但现在我给你15分钟，正好用这15分钟时间，您解释解释，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考场里追杀我？他们中很多都是27审判庭的职工子弟吧？陆涯说的对，如果审判庭的人真的在考场中追杀陆涯，那肯定是有人受益的，而且之前傅焕还装作不认识陆涯，他肯定心里有鬼。陆涯，你在考场里也许救了很多人，玄石城的考生应该感谢你，但你有怨气就冲着我来，别栽赃这些不幸遇难的孩子。你不会是把审判庭的仇恨施加在这些孩子身上了，在考场中害了他们吧？刚才你说的一切我可以当没听见，但是栽赃这些孩子，我就要下令对捕你了。哦，是吗？那麻烦你解释解释，这些27区审判庭职工子嗣为什么进考场就追杀我？你们玄石城27区的审判长能在第9区抓人，这位叫做傅焕的先生，到底是审判长还是市政厅的高官？副审判长，陆涯的表现是否达到拘捕的标准，是第9圈的治安所和市政用治安所决定的。市长，刚才我有些着急了，事情关乎你的清白，着急可以理解，
但是作为审判长，一定要稳重。陆衙是否拘捕，可能也不是第9区的治安所和市政天治安所能决定的。老程，小子别怕，老师豁出面子，这玄石城里没人能动你。现在陆衙已经通过申请，成为鬼虎团新兵战士。他现在不是学生，不是市民，他是边军的一员。他是边军的一员。假的吧？我去看看申请书，陆衙根本不具备入伍鬼虎团的条件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在和你讲法律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能不能现在把案卷拿来？我说了，3天72小时内，我把案卷移交给边军。傅焕，当年法律保护不了我父母，今天法律也保护不了你。我命令他现在就去把案卷拿来，我亲自检查。陆衙同学，请先走完天街，激荡出命须星柱。现在下令了，你还记得你能命令他呀？我还以为你老到记不起来自己是市长了。陆衙，滚！正义不会迟到。他没有来临，是因为那个掌控正义的人杀死了他。你是怀疑我有罪吗？一座城市上亿人的首脑，是你可以当众问罪的吗？你可能真的老了，听不清了。那我再走近一些，说明白一些。我陆衙不用任何人给我公道。我知道当年的事背后还藏着其他人，就是你，市长韩露。四步踏星柱，一眼化大能。现在陆衙和韩露站在同一个身份层次，我作证。考试时有人跟我杀了陆衙，可以换市政厅的一个职位。对，我也听说了，但我爹说要与人为善，所以我没去为难陆衙。我也听说了，消息是从市政厅传出来的。现在，韩市长，我的身份能不能问你的罪？红光横穹，疆域八荒。陆衙说的是真的，在他跟你讲法律的时候，你应该庆幸，应该珍惜。如果你听不懂法律，他就会往下再走一步。等等，天怎么暗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出现太多高级身份，玄石城的天幕承受不住了。有可能，大概吧。那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承受个屁！真屁！这景象是天穹剧烈。急告九江，除战场之上，其余全域大能暂停护法，停止闭关，向东南边疆玄石城集结。通告全境边疆进入紧急战争状态，力报天眼王都。通告全境，力报王都。这绝不是375分的体现，所以你一定没有拿走所谓的1半分数，你把全部分数都还给我了。姐姐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客气过？傻子，我跟你说过，你最后一次对赌是在现实与虚妄交接的通道中说的，在那里与现实对赌的收益会成倍增加。成倍增加，所以我们2个人是2个750分。急告九江，通告全境，力报王都。天道起笔，苍中长鸣。这是王啊！怎么可能还有王？快回边境，让所有休假人员立刻集结。什么？那新兵都获得安顿，还要个屁下安顿？传说是杀死王，现在把整换市政厅拍飞，各族强者一定会齐聚边境。请问这是真的吗？天道起笔，苍中长鸣，新王破晓。玄石城50区陆衙成就人族新王。从今日起，世间9尊王座，人族独占2尊，天佑人族！现场警员后退10米，现场备用的星辰扛不住那么大的能量，开仓把整座城市备用的星辰都拿出来。今天玄石城内各族间隙恐怕要有大动作，请附近城市备用驻军立刻集结驰援玄石城。玄石市市政厅不可靠，请各位前辈接手玄石城防务。陆衙去星辰台激荡出星柱后，立刻前往天眼王都。什么情况？750分是命途的极限，但不是我们的极限，所以忠我者赏，逆我者亡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已经下天阶了吗？但是天阶都已经走完了，怎么可能再提升身份等级？我也没动啊，怎么升级了？分数有点超标了，送你们一场飞升。陆衙是什么意思？他的试炼分数太高了，甚至超过了王级的标准，用剩余的分数把同场考生的身份都往上提了一阶。什么？这一场的考生原地身份加1阶，这其他考场的考生要哭晕了。本身考场难度就高，陆衙再加1阶，只要能活着出来，傻子都能获得师。所以陆衙把他们带出来，还给他们多加了1个等级。那这群人以后可都是陆衙的死士了。陆衙通过什么方法给同场考生提升了身份？这个王的身份是从哪儿来的？9个王座都已经有了主人，每一个王座都是具有唯一性的。那么这个王到底是哪儿来的？难说。
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仅仅只有1%，万一这个世界不止9位王呢？可历史记载里确实没有出现过重复的王。我倒是有一种大胆的猜想。什么？有一位王已经秘密陨落了，除了编号009的生存王座可以吸收他人生命实现永生，其他王的寿元也并非是无尽的。那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听说？废话，王是最大的震慑力量，谁家王死了，满世界吊丧，只要别人不知道，那么王就还在。星辰不足，请添加星辰。怎么回事？王需要的能量太多。还有啊，怎么就抽不出能量了？是废精！这些星辰哪儿来的？是能源储存中心。什么是废精？有些人把低等结晶的能量吸收70-80%以后，掺杂在其他结晶里往外卖。这种结晶不仅能量含量少，而且剩下的大多数都是杂质。所以星辰台抽不出能量，才显示星辰不足。一座城市的星辰仓库，居然70%全是废精。师长呢？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！这些年，他确实用一些废精去代替完整的结晶，从而获取大额利润。原本这一次他拿到各区考场星辰台的是90%的正常结晶和10%的废精，谁能想到路牙蜂王开仓取结晶？瞒不住了，一切都瞒不住了。显然他也很清楚，星辰台下放置废精，耽误一位王激荡命宣星柱，他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我现在自首，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吗？你现在上吊都算是宽大处理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去哪里搞足够的星辰？身份激活后没有及时完成激荡的话，考场赋予的天赋会随着时间推移下降的。而且我们在玄石城完成考试，只能在这里激荡命渊星柱。这倒不是最麻烦的事情。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各族都要来抢你的王座了，你可真是个香饽饽。是哪个种族？附近的种族大概都来了，反正最先到的肯定是虚灵。他们早年间被誉为9夷第1族，因为他们的王拥有编号001的星柱。这几年他们到处攻城略地，恐怕是他们的王要突破境界了。其他种族也会跟在他们后面寻找机会的。他们还是来了，下手真快，胆子真大呀！妈的，刚才星辰要是没出问题，激荡完以后直接把这孩子送去内陆就完事儿了。送去内陆他们也不会退兵的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能让他们瞬间组成联军，他们也许想用这个机会把王逼出来，看看我们的王到底多老了。看天空中这些光影，大概是虚灵先到了。这些年他们的表现也太强势了。我们的人呢？这里距离边关太近，离内陆太远，最近的绝到这里也还要几分钟，我们只能靠几个将顶住了。丫头，老师也要去前线了。活着回来，你们活着更重要。别怕，我们一定能撑到你激荡出星柱。超凡竟留在玄石城，随我助人王欲求镇。星象境诸位驰援边疆，其余玄石城所有成年人员就地转变为战斗人员。生死无非黄土，人族永镇八荒。开战！开战！上等星辰，就算是上等星辰，数量也远远不够。就算是大能带星辰，也只是用来临时补给的，没人会随身携带那么多星辰。给我安排3位大能带队，把市政厅和27审判庭给我所有人给我抓了，分批审问，敢跑就杀。好。还有整个玄石城，从第1区开始到50区各部门主要官员，全部就地控制起来。能。整座城市的出口全部封锁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其他在空中防御的大能全部下来，跟我走。好，我让他们把你送到后方。好，我不去后方。那你要去哪儿？去前线。你找死啊！多少种族要杀你？你看，尘世归零，众王已没，余生燃尽，古神叹息。你是大荒世界最后的雄关，你是生灵信仰的寄托，你是古神唯一的显化，你是众王之王。王001，众王之王，这不是虚灵族的王位吗？是啊，就是虚灵族的王位，那个率先冲击边境的御灵族。难道王座会重复？王座不会重复的。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虚灵族的王已经死了，
但其他各族并不知道。所以，我要去边关。你出现在边关，他们就会疯狂地扑上来杀你。他们当然会扑上来，尤其是虚灵族。但如果全世界都知道虚灵族没有王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程程赌一把吗？就赌我能挡住各族。疯子，就喜欢你这不作不死的样子。300年阳寿，状态复原，心能全满，赌你挡住千军万马，成功则寿命全部回还。少年天子御驾亲征，方有至尊之姿。你已解锁人皇归途唯一激活路径，并可感知所有王者方位。该赌约成功，则激活人皇归路试炼。人皇归途？什么是人皇归路？人族最高领袖不是人王吗？不知道，只有第一行字是我写的。我把300年寿命灌入眼睛以后，自动出现了下面几行字。眼睛里还有东西，怪不得林程程只是一个怨念横生的凡人，居然拥有射击更改现实的恐怖能力。在这双眼睛游历虚妄的过程中，恐怕遇到了什么他们都无法理解的存在。他们自称王。那陆先生，这王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那种存在甚至超越了王，超越了人类的认知。只是眼睛里藏着什么，恐怕要踏上这场新的试炼才能找到答案。我要上了，祝我活着回来吧。那就上吧，我来护你不死，你来护住苍生。你还能保我不死？何止不死，还能保你的王位无人能夺。别忘了，我也是王。诸位，贼寇在前，万民在后，敢死者拔剑随我戍边。我们的支援部队还有多久才到？再不来，前元大将就要战亡了。还有2分钟。他妈的，他们背着龟壳吗？还有2分钟，我们特么最多撑1分钟。种族的战场上，城墙一旦有一块区域失守，2分钟内防线会全面崩塌，会在30秒内被无数的命宣星簇轰杀。看你左边！干得不错。尘世归零，众王已灭，余生燃尽，古神叹息。我记起来了，这是刚刚在玄石城成就王位的新王啊，他不是应该在大能的保护下往内陆撤退吗？他来这里干嘛？我记错了吗？先知说下一个降临的王座是09吧？当然是009，原属于类族的009。我还安排了一支大部队在类族地盘侧面，一旦他们失去王的消息暴露，立刻趁着他们军心涣散的时候抢夺他们的核心资源点。那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是本属于我们的001。先知算错了，为什么009没有出现，反而是我们的001现身了？为什么？不管了，刚好把我们的叹息抢回来。说好了，谁抢到谁就是新王，我们内部不得内斗。他们不怕新王死吗？为什么让他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第一线？他们近10年都没公开露面的王道了，上还是撤？王毕竟是王，再老也是王。如果真的不计后果全路赶到现场，我们应该也不是对手。我人族新王编号001叹息，各位是来祝贺还是来杀我的？如果想杀我，最好快一些，免得被这些虚灵抢了先。到时候他们重新拥有王广袤的土地、无尽的资源，将再次有王守护。来呀，踏过这群虚灵与人族一战啊！他在挑衅，不止挑衅虚灵，他挑衅这9亿大汪所有种族，太嚣张了。人类的决至少还有1分半才能赶到现场，而我的星柱霸王在对方连续打击下，持续时间也只剩下1分钟。辛苦了，大哥，你以为现在是长官前线慰问呢？这是战场，战场懂不懂啊？虽然你的身份是王没错，但现在1没实力，2没官职，你脸上这副上级慰问下级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
三位决停止进攻。这种犹豫证明，这个过去数百年九夷大荒之上最强盛的种族军心涣散。是001吧？不会错的。30年前，我见过虚灵族与羽族在天空之境的双王死战，这就是001的模样。那一战之后，虚灵王出现过吗？公开现身过2次，最后一次是12年前御驾亲征西南类族。也就是说，18年中公开现身了3次。作为王，是不是有些频繁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他急于向九夷大荒证明他还处于鼎盛，越想证明什么就越缺少什么。但是虚灵族的寿元极长啊。虚灵族的寿元确实漫长，但如果他在早年间用了太多次叹息呢？他们怎么不攻了？人王到了，要活一块活，要死也得一起死，这叫义气。没到。那他们怎么不动了？空城计。什么？说了你也听不懂。这男人用空城计这种旷世豪赌之时，怎么能那么淡定？是时候给他们点威慑了。统整阵营，全线反击！全军听令，前进者赐官赏金，后退者诛灭九族。全军冲锋，破关弑君。今日断了人族气运。超凡以下，弃城后退；超凡以上，随我御敌。人王尚在，众臣退朝。龙袍流光璀璨，手握利刃，这应该就是人皇归路，人族唯一的王。万从容。刚才那一剑挥出的应该就是代号王008的坍缩，又被称作量子王座。王位的拥有者可以操控量子构成、重组、坍缩或者其他想要的任何效果。他废除了那些从古老时代下来的复杂礼法，不要跪，不要恭维，只让人们站直了看好了，跟着王的方向，义无反顾的冲锋。霸道吧？这一剑轻描淡写，坍缩天地，确实霸气。年轻时候更霸道。人王，我们只是来绞杀虚灵，无意与人族交换。超凡以上追击，超凡之下打扫战场，物资能搜罗多少就拿多少。虚灵一族一个不留。其他种族呢？若有误伤人族，也一样一个不留。他们赌输了，不应该犹豫的。战争本质上就是赌，赌足能选择的时候就会犹豫，这是人性固有的弱点。虚灵也一样。表演很不错，空城计唱得很好。至少争取了3分钟的时间，借刀杀人用得不错，围攻人族变成了围攻虚灵，但是激荡了命运星助教走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来？你看这战场上有多少人要你的命？我看见了，但我也看见了那里，边军6000万人，清远县5000万人，玄石城1.6亿人，他们也很重要。我走了。大能们前呼后拥地护送我离开。那时候所有种族只会做一件事，追到人族主力到来，不得不死心为止。史书上会描述这场壮烈的阻击战，我族兵将英勇，竭尽全力迎战，一路设防延缓敌军速度，直到战至最后一人，新王归王都，此役大胜。我猜接下来会全境放假3天，欢庆人族同时拥有了2个王座，每个人都对现在和未来充满信心。谁会关注这个边关？这几座城市变得怎么样呢？这世界89万亿人，每天都有10几亿人出生，少了3、5亿人，谁会在乎？我在乎。爸妈死了，姐姐失踪了，这世界也许真的很大，但属于我的世界只有一家4口，他们没了，我的世界就全没了。3条人命崩碎了一个世界，那3亿条人命，我路牙背不动那么重的债。所以我在乎他们每一个人，我都在乎。300成功生效，已返还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人皇当立于万民之前，无惧天地。你获得成就人皇资格。48小时后，人皇归途试炼将开启。此后，双眼为你洞穿虚妄，分解现实。成则成就人皇，九夷大荒永续；败，则九夷大荒全境进入归零试炼。成功了。48小时后，我就能知道所谓的人皇归途究竟是什么了。不过这是开启了一个什么样的试炼？失败了，整片大陆要进入归零试炼。你说，永续的意思是不是九夷大荒的命运原本是要断绝的？这眼睛对赌向来是高风险高回报。为了一个人的人皇，让世界陪葬不符合眼睛的风格。除非这九夷大荒本来就是定期有一场灭顶之灾，这一次赢
则一劳永逸，输则集体自毙，这才符合眼睛的做派。怕什么？归零试炼而已，我们又不是没赌赢过。是啊，又不是没赢过，无非之前是自己赌，现在要全世界陪自己赌一把。这位旧王那枯树一样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，暗淡的眼神更看不出他到底在想着什么。而在他们身后，那些边关普通战士们站直了身体，握紧了枪械，抿着嘴看着这少年的身影。小兵是民是族，当他们激活这个身份的那一刻，就被家族放弃了，只能来边关当兵搏一个出路。从来没人在乎他们，但是王在乎。他那么言辞恳切地说他在乎，这句话不仅扎根在他们心里，还有这世界80万亿的平民百姓。你在乎？你拿自己和新的王位做赌注，赌我们会及时赶到，赌各族会围剿虚灵，赌我这个老头还能千军辟役，赌我有点良心，不会放任你被杀，然后顺势击杀凶手，把我的008王位换成001。赌注太大了，输不起的。这赌注还大？你是没见过我新打的赌，把91大荒所有种族都拖下水了。其实原本大家也以为这个王座在虚灵族，更没想过玄石城会出现一个王座。我今天要是死在这里，局势无非就是回到从前的格局，对吧？我们这种穷人很擅长开导自己的，就当一无所有，大不从头再来。其实你也可以学学这种心态，别老是患得患失的。我太坦然了，拖全世界下水之后，我看开了，感觉什么都无所谓了。但如果我站在这里侥幸没死，边关保住了，几亿条人命留住了，未来几年各族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瓜分虚灵族的地盘上，你还能好好养生多活几年。也对，我这把年纪还是多活几年对人类比较重要。扶我下城墙吧，我去兵营里看看伤兵，其他人守城歼敌吧。老头子还没老到需要人保护，你父母亲人的案子我就不帮你了，你放手去办就好。谢谢。你没有官职，如果有人质疑你的处理权限，就找钱元，就是刚才在城头保护与你说话那汉子。玄石城是他的管辖范围，乾坤是他的独生子。怪不得在考场里乾坤这小子说我的冤屈他能洗刷。今天不管我是民还是王，乾坤恐怕都能把市政厅给掀了。刚才你说的没错，但我也没错，你不能以身犯险，哪怕付出10亿、30亿条人命，也不能让你以身犯险。我只剩5年了，你把我一个人拉到这里不让人听见，总不见得是想问我爱吃什么。我有心理准备，哪怕你说你其实是个老太太，我都能坚定不移地往下走。你没有身份之前，跟上级说话也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没有身份之前，我天天盘算着怎么弄死审判长和市长。时间紧迫，你必须尽快提升自己。自己的那些义子当上人王可能会提防你，但是当上人王之前肯定会拉拢你。权势之巅的暗流涌断，很多凶险，人族的稳定已经难以持续。我无所谓，与人为善，生性纯良，谁惹我就弄死谁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。世界谁不羡慕王呢？一把年纪了，能得到我这样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无话不谈的朋友，也算一种幸运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连命都不要，我要脸干什么？我也不需要你的王位，008太低了，你给我也看不上。你要是有空教点武技和修行方法，我就踏踏实实学；要是没空，我就自己去找老师，去那些富商世家那里，让他们赞助点星辰。我对你无所求，无求就能敞开心扉说些不能说的话。这些年你身边有人可以说点真话吗？没有吧？以后想说就跟我说吧，我嘴最严了。我班主任藏私房钱的事情，我跟谁都没说过。今天处理完玄石城的事，明天来天眼王都找我，我亲自教你。还有，你这命虚星柱没有必要，千万别轻易动用。知道了。人族不算长寿种族，王的寿命一般也只有800到1000年，也被称为神域王座，是燃烧寿命招来古神庇佑的救急星柱。像是你刚才召唤的古神，至少燃烧了1个月寿命，再用古神之力传升整个战场，又是1个月寿命，2个月寿命，装了个大的，不亏。一生血路，1000万场战斗，你的寿命能燃烧多少次？800年，每年12个月，每次出手烧1个月寿命，大概9600次。那你有多少呢？如果我只活300年，大概能用5、6千次，平均半个多月一次，确实不多啊。这古神有点抠门，知道就好，省着点用，别到时候走在我前面。人王万岁！人王让他们躺下吧。不能躺，他们在证明他们还能打，只要他们还没死，只要人类需要，他们随时能再上前线。各位受苦了，我会调全境的医生为你们疗伤，牺牲的兄弟会得到最丰厚的补偿。谢谢各位为保住一尊王座，愿为人族万死！这就是我们人族的兵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人族的王，也是人族的兵。人族拥有了第2位王，拥有最强的001王座，有什么要对新王说吗？我是玄石城的兵，27区是你的老乡。27区承载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和血海深仇的过往。你对得起边关，对得起玄石城，但27区对不起你，请人王下令彻查当年案件，还新王全家沉冤昭雪。听见了吗？
边军在为你请命，需要什么帮助？需要您一句话，我要先斩后奏。那就先斩后奏。该清算了，刚才我烧了2个月的寿命，然后好像想起来一些什么。没事，寿命吸回了点儿，不算太亏。009吸回多少？2年，消耗2个月，返还2年，勉强算是赚了。早知道多干几个虚灵。009的具体属性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以为你上课学过呢。009具体属性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敢冲到城墙上？不知道啊，你说保证我不死，我就往前线冲了，顺便试了下人王的人品，目前看是个好老头。我知道你关键时刻从不坑我。王009谋逆，孤生于天地间，岂可苟活于世？且以命为助，向死而生，热血倾尽，清风屠神。这介绍语听起来其实比较适合我啊，我喜欢赌命。但是这个009最后一句听起来像是针对001，我造我自己的反。009是我的，是姐姐造你的反。其他属性呢？只有这一句形容。杀死目标后夺取寿元，死亡后消耗100年寿元于随机地点复生。怪不得你说可以保我不死。不对，你的命虚星柱能对我生效。我并不算是人，在世界规则的判定中，我们属于一具身体2个思想，所以2个命区星柱同时可以对这具身体生效。但是你只能操控001，我只能操控009。有意思。但是这个009真的属于王吗？攻击力还不如一个族。你的星柱好菜啊！因为姐姐我说到一半就被你拍大腿打断了。谋逆可以逆转星河，蔑视规则。什么叫做逆转星河，蔑视规则？谋逆也叫做生存王座，前期是所有王座中最孱弱的，甚至还比不上一个族。凡事需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，这王座也是一样。谋逆王座初始的寿元和民一样，只有80年左右，更没有其他王一样毁天灭地的能力。但在征战的过程中，不仅可以夺取寿元，还可以碾碎对方的命淤星柱，逆反星河变作构成命淤星柱的原始星元。积累一定数量的原始星元，可以在苍茫星河中抽取一种能力。可能是现有的某种命虚星柱，也可能是其他未知的能力。至于蔑视规则，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疫规则，比如蔑视重力、阻力，可以让你跑得更快，飞得更高。免疫规则，那么命源抗拒规则就是大幅度免疫热武器的那个规则，也能减免敌方规则类命虚星柱对你的影响。这个蔑视程度与生命品级成正比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可以接着拍大腿了。这个世界对科技发展最大的限制就是命源抗拒，1品以上生物就可以对子弹、炮弹那些非生命时攻击产生极高的免疫，就算是拿着重型狙击步枪对4品以上强者的脑袋开一枪，对方最多也就是在脑袋上留个蚊子包一样的红印。但是人族肯定会给你打造最好的武器装备，不可能让你像是普通小兵一样拿着普通武器满大街晃荡。那眼睛生接那个洞穿虚妄分解现实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你的眼睛你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这眼睛游历虚妄时到底触碰了什么东西？我只能把赌约和赌注砸进去，只知道那些文字会自动呈现在你面前。从考场出来之后，整个黑松镇被分解，分解后的能量几乎全供给了这双眼睛，于是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激活了，一切都已经突破了我的控制，带着世界的命运朝着未知的方向冲刺。里面的东西太恐怖了，它不只能赌命，还能形成一个拖全世界下水的赌约。人皇归路，归零试炼，我都不知道我的眼睛凭什么能承载这样的东西。现在整个91大荒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，你就打算一个人靠2条腿走回玄石城去报仇？我激荡出了绝016基业神舞，这是一种近身的进攻类武技，进攻犹如热舞，妩媚人心，同时舞姿可以卸掉敌方80%以上的攻击力，而且据说一旦起舞就能免疫绝大多数控制类的命星柱。我记得上课时程继南说这个命源星柱是刺客带控制带盾带霸位，这个命源星柱一般只出现在魅卓一族，现在配合你这妩媚女王的形象，也不知道施展起来会有多么的倾倒众生。乾坤激荡出的是绝002天书星坠，这个星柱能够把自身变作火与流星、极光天坠等种种超强的天象类法术，使用者与流星一起坠落在战场，往往能一人插入敌方阵型，用绝对的暴力轰垮钢铁洪流，被定义为究极战斗法师。绝是王之下的主宰者，他们的命虚星柱往往没有任何缺点，尤其是乾坤这个绝002，在绝这个级别都已经算是巅峰。秦开来的星柱是将018霸王，这个星柱和乾坤的父亲乾元一模一样，短时间内获取极其恐怖的身体素质加持。诸葛俊的星柱是最有特点的，将022相思逆，这是一个极其诡异的星柱。远距离施展时是一种进攻法术，但近距离施展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治疗能量，距离越远攻击力越强，距离越近治疗越汹涌。老陆真牛啊，你咋想到这方法坑死御灵族的？坤哥别问了，说了你也听不懂。陆哥要假发不？确实有些凉快，我的发在考场里被最终 BOSS 差点拔光了。出考场的时候，城镇的碎片治愈了所有的伤势，但拔掉的头发却半根都没长出来。我家干假发店的，我让我爹拿点假发到27区审判庭，你现场挑呗。芹菜色的行不行？今年这个颜色卖的最好，不喜欢还有西丸花色的。啊，是不是觉得后面3个人里还是卧龙这个人比较靠谱一些？各有特色吧，卧龙比较务实一点。什么色？陆哥我不色，我只是纯粹欣赏。谢谢卧龙哥哥的跑车，祝卧龙哥哥家财万贯拜侯爵，9州千城变红颜。
一个18岁的少年刚刚闯过命途，登台拜将，见过王爵踏过万族搏命的战场，然后缩在阴影里给女主播刷跑车。陆哥也要给刷跑车，我把他推给你。大可不必，你自己留着欣赏。不看了吗？腿真的挺长的。你在追这姑娘？没有啊，看见她笑我就开心。后排一个笨狗，一个菜狗，一个天狗，这就是你亲手培养的绝合酱，未来人类会感谢你的。月姐是我的幸运女神啊。这份案卷不对，不是陆衙一家当年的原案卷，更不是我们后来造假过的案卷。不是，这份审判书不是这样的。当时我让副审判长签字盖章，然后送到市政厅备案。那时候傅晨才刚刚当上实习法官，韩东房当时只是办公室普通职员啊，更没有权利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了。冤不冤？问一问就知道了。不用问，不用问，这案件当时就是我亲自审的，陆衙你是知道的，否则你也不会一直提防我。我怎么知道？当时你又没有公开审理，我又不在现场。审理完以后，我被人带进治安所，照瞎了眼睛，我从头到尾都没看见过这份案卷。还是说当年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就不是这2位了？这位是司长龚明。你好，我爸是东晋守狱总指挥，东晋所有守狱和执法力量都归他管理。当时这2个人负责审判庭和市政经日常事务，对这件事情就算不负主要责任，至少也要负次要责任。这样吧，顺便向全市征集他们的犯罪线索，为期12个小时，把傅晨和韩东房带到现场来。和他们没关系啊，这肯定是有人偷换了案卷要陷害我家，是要借你的手，真的和他们2个孩子没关系啊。这可是你们审判庭的案卷库，谁能在审判长眼皮底下把案卷换了？那这个人可真是位高权重啊。你上面还有人参与这件事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傅晨和韩东房不在办公室，也不在家里。听他们同事说，他们昨天下班的时候就申请了休假，联系东晋追踪系大能，帮忙找他们的位置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的老师就是追踪系大能。也不用麻烦各位了，我的学生说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我的学生遍布了整个玄石城，对我来说，在玄石城里找一个人不难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一般每年命途考试的时候，家里都会让我们休假1天去山里短途旅游一次。我们也清楚父辈的想法，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规避，免得之前做过的某些事情暴露，家族被一网打尽。闭嘴！当年那件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说是吗？那让你们尝尝我当年审讯的正规程序，当年怎么审我的，就怎么审你们。我从2个警所里拿来了你们常用的审讯道具，强光灯、加热棒、电棍，刚加来，好好审一审，当着我的面给我用你们的正规程序压过来。今天全世界都看着，新王要替那些被你们害过的人做主，所以今天我说了算。陆衙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能对孩子这样。陆衙，你是个好人，你想想你在边关那么伟大，不能用刑讯逼问败坏自己的名声啊！你也知道这是刑讯逼供啊！我陆衙不是什么好人坏人，我是一面放大镜，在好人面前，你让我做好人做善人都行，但在恶人面前，老子的手段比阎王爷要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当年有人威胁我，我没办法，我家里6个孩子要养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只有6孩子要养，不是还有4个老婆，2个主播吗？你跟我装什么好爸爸？当年是我们所长交代我一定要逼你认罪，如果不认罪就弄残，然后会找人把你扔进野狗堆里。他让你这样审过几个人？3个是吧？我会把你们所长找来，他说的数量要是比你多，你就地处决，家产全部充公，家人送边关修长墙去。每个月3个，是每个月3个，每个月逼供3个人，一个所1年要逼供出多少人？整个玄石城有多少这样的案子？把韩东房、傅晨带到隔壁审讯室，把一半的审讯工具带过去。我们也先出去吧，先审主犯，韩露就等市民提供线索吧。我被抓的时候，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妈的氧气管被人拔了，我都来不及看我妈最后一眼。现在老婆女儿有没有被害，我一点都不知道啊！老婆和女儿的电话都打不通了，我女儿才16岁，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，老师都说她有可能考上师的。